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今天我们来聊 SpaceX，因为昨天彭博社发文说 SpaceX 已经正式的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线就是 IPO 申请提交，那么在本月4月 SpaceX 将和机构投资者进行碰面，然后5月底最早可以进行路演，6月正式敲钟上市。接下来视频的部分，我为大家讲解8条内容，其中前面4条是我们投资 SpaceX 不应该去做的，而后面4条恰恰相反。如果你想投资 SpaceX，现在你应当做些什么？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看完视频，如果大家喜欢我分享的方式以及我分享的内容，欢迎大家订阅 Money Life 美股频道，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方的 Patreon 链接加入我的会员社群。我们先来说不要做什么。首先，第一点，不要再尝试去一级市场购买 SpaceX 的股票了。为什么？很简单嘛，现在距离上市仅仅3个月了，留给投资者在一级市场购买股票，且有大量的折价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那么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会员朋友在微信说，我这里有机会按照8500亿的市值购买 SpaceX 的股票。其实当时 SpaceX 已经和 xAI 合并了，所以正常的 valuation 来到了1.25万亿。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查证，直接回复他，这不可能。如果是真的，我愿意现在全仓买入，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其实现在事实是在一级市场，在中国，在美国，在各个区域，打着 SpaceX 上市的幌子，通过 SPV 来骗钱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屏幕前的你们，如果身边有朋友说，要不要买 SpaceX 的股票，多便宜多便宜，十有八九都是骗人的。或者你交了钱，最终只是把本金拿回去，你根本都拿不到 SpaceX 的股票。第二点，不要再尝试去投机那些说包含了 SpaceX 的 ETF。为什么？前一阵大家应该关注了一只 ETF 叫做 VCX， 这只 ETF 它包含了包括 Anthropic、SpaceX 等热门未上市公司的股权，然后就打包拿来上市，然后它的股价被炒到了400多。400多意味着它的股票的价值是它公允净值的10倍。当时我还傻乎乎的想去做空，结果在我的券商下单卖出的时候，发现没有股票可借。昨天一看，股价已经来到了115。那么另一只 ETF 是刚刚才上市的 NASA。这只 ETF 和 VCX 有一些不一样，它大部分的股权都是上市公司的股权，而只有几% 是来自 SpaceX 的 SPV。对于这样的 ETF， 我告诉会员朋友们，我们存在信息不对称，因为我们很难每时每刻在买入或者卖出的时候去计算这只 ETF 它的公允价值到底是多少。你很难去算嘛，因为它包含太多股票，又夹杂上市的，又夹杂一些一级市场没有上市的。所以为什么要去凑热闹买这些 ETF 呢？而且，现在以个人或者公司名义持有 SpaceX 的股份的这些数量特别多，所以这些 ETF 说我持有 SpaceX 的 SPV 的一些股份，其实没有任何的稀缺性。如果屏幕前的你真的去买了这些 ETF， 那么你必须意识到，我买入这些 ETF 就是为了投机、去炒作、去赚钱，而不是说我买了这个 ETF， 我就是要长期的投资 SpaceX， 这是完全错误的。第三个不要就是不要每天担惊受怕，害怕 SpaceX 上市吸走了太空板块乃至整个美股大盘的资金，我觉得这些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首先，美股市场这么大，资金多得很，就算到时候真的其他股票或者美股下跌了，你怎么又知道是因为 SpaceX 吸走了资金呢？其次，前几天我看到新闻说纳斯达克正式的进行了优化，他宣布只要你的市值达到了目标，那么最快我给你一个快速通道，只要15天就可以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那么我刚才简单的问了一下 AI， 假设 SpaceX 以17500亿上市，那么假设它同时能够加入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整体上带来的被动买入规模就可以达到400-500亿，甚至更大。那么现在纳斯达克已经松口了，标普500那边好像还没有看到正式的改良规则的消息。
不过我相信他们都会为 SpaceX 开绿灯，因为去年我和会员朋友们分享了，整个美国的 SEC 已经想要大力推广上市，他们想要美国进入又一个上市的繁荣期，所以像 SpaceX 这样的万众瞩目的公司，他们想要作为样板，告诉大家，我们现在非常开放，很容易上市，上市了我也很容易让你进入关键指数，只要你的市值达到，只要你的公司足够优秀，被市场认可就行。不要做的第4点其实是管理大家的期望，也就是我们不要期望 SpaceX 上市，你买入很快可以获得10倍回报，甚至不能期望很快获得什么3、5倍回报。我觉得这个期望都是不对的。为什么？我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想告诉特斯拉的投资者，因为特斯拉的投资者和 SpaceX 的投资者很大一部分会是重合的。为什么重合？因为 Elon Musk 马斯克这一个我们都很崇拜的男人，我自己也是一样。那么特斯拉当年上市和 SpaceX 现在上市是完全不同的状况。特斯拉当年上市，我查了一下，它的股价是20-30块，它当时的总的市值才小几百亿。现在 SpaceX 上市，它的股价具体不知道多少，但是它的市值已经几乎确定是1.75万亿，甚至上市当天可以来到更高的2到3万亿。所以呢，一个特斯拉当时非常小规模，一个 SpaceX 现在非常大规模。特斯拉当时处于一个早期的发展阶段，而 SpaceX 已经是太空产业非常明确的断代领先的公司了。所以对于我而言，投资 SpaceX 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我不会期望短期就让我翻个3、5倍。我觉得能翻倍我已经笑开花了，如果不能翻倍，能够实现稳定的长期收益，我也会相当的开心。好，我们说完了4点不要做的，接下来说一些好的，说一些开心的。哪些东西屏幕前的你们可以选择去做，以利于你在未来去投资 SpaceX 呢？那么第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多了解太空产业。屏幕前的大家，如果经常观看我的视频，相信对整个太空板块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点信息很明确，现在的太空和5年以前的太空，更不要说10年、15年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通往太空，我们有了强有力的工具，也就是更加强大的火箭。只要有了火箭，就好像某些博主，包括我自己用过的比喻，你就有了一条地铁，通往太空的地铁，你想要送什么都变成无限可能。所以基于此，我早上还在和会员朋友们聊天，看我当时大概在1年以前，在我的太空产业链提到的一些卫星公司，你比如说 Globalstar， 你比如说 Viasat， 你比如说 Iridium 这些公司，他们都是从低谷现在完全爬起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太空产业不一样了，太空的需求非常强大。你比如说对于频谱的需求，现在频谱的价格和抢手程度和1年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尽管刚刚提到的几家公司，你比如说Iridium 或者是 Viasat， 他们和 SpaceX 有竞争关系，他们也因为 SpaceX 的存在，生意有一段时间变得没那么好，但是整个盘子起来了，他们的资产其实相反还在升值。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多了解一下太空产业，对于未来你直接或者间接通过什么方式去投资 SpaceX 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基础。不要想当然的就说因为 Elon Musk 我就要去投资太空产业。那刚好我的 Money Life 美国频道有非常多关于太空产业、关于太空上市公司的个股分析，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去观看我的整个太空产业观看列表里面所有的视频。相信看完之后大家能够对整个太空产业以及这个板块的关键公司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接下来要做什么的第2点，其实从正面讲就是我觉得要去投资 SpaceX， 从反面讲就是不要尝试恐高，不要觉得 SpaceX 1.75万亿特别高了，而去想绕弯路，寻找其他太空产业的公司作为投资替代品。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投资 SpaceX 其实比你挑选下一个 SpaceX 要简单得多。正如我自己投资了另一家公司 Rocket Lab 一样，我告诉我的会员朋友们，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去寻找下一支 Rocket Lab 呢？现在 Rocket Lab 的股价已经下跌了这么多，你还要去找下一支，其
其实你直接投资火箭实验室 Rocket Lab，比你去寻找下一支 Rocket Lab 要简单太多太多，要适合于太多太多的人了。如果屏幕前的你们极度自信，想要去挑选下一只小盘股、十倍股，那也可以。不过对于大部分人，我觉得直接投资像 SpaceX 以及现在上市公司 Rocket Lab 这样的比较领先的企业是更简单、更容易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要顺便提到，不要恐高这个词。SpaceX 目前上市的预估是1.75万亿的市值。那么说到这里，我要提到英伟达。大家觉得英伟达现在值不值得投资？我觉得非常值得投资。其实英伟达从1万亿到2万亿，比自己从5000亿到1万亿更简单。那么现在它从4万亿到10万亿，又比它之前从1万亿到4万亿，或者说2万亿到4万亿更简单。为什么？因为不管像英伟达还是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他们的领先都是断代的，他们有先发优势，他们的领先与追赶者的这种差距都是在扩大的，而不是相反在缩小，这是反直觉的。第三点其实和刚刚提到的领先优势相关，也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太空产业很难做，而深度垂直整合是太空公司发展几乎唯一的出路。那谁在深度垂直整合这个领域做得最好？那当然是 SpaceX 了。谁做的第二好？那就是 Rocket Lab。所以这两家公司走的路线都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说 Rocket Lab 的 Peter Beck 他是在按着 SpaceX 的路在走。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为什么一家公司不做垂直整合，没有办法做长期发展？其实很简单，我们举另外一家公司 AST Space Mobile。AST Space Mobile 它有很强的卫星技术，手机直连卫星通讯，但是它没有发射能力啊。所以它只能让别的公司来发射，然后发射的进度非常慢。我一直强调，我承认 ASTS 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稀缺性所在，具备投资属性。但是未来它在运营中真的能在成本上和 SpaceX 匹敌吗？我认为完全没有可能。那么又来说贝索斯的蓝色起源，蓝色起源也很囧。它自己有火箭，但是火箭的发射频次太低，火箭没有办法一直往天上发，所以为了满足 FCC 关于自己卫星星座发射的时间要求，它还要去求 SpaceX 帮它发射，因为如果你不按时发射，你以前的卫星的这些星座的批准我就取消了，那么它需要再去申请，所以垂直整合非常重要，你要能够产火箭、发火箭、产卫星、发卫星，所有东西你要自己做。所以现在马斯克要去做太空数据中心，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难不难？非常难。为什么这么难？还是有可能？因为垂直整合是唯一的出路，他什么都要自己做，把成本压到极致，那么就有可能把太空数据中心的成本极度接近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一期不是说 Rocket Lab， 不过 Rocket Lab 也是走的同一个路线，做深度垂直整合。因为过去 RKLB 在收购不同的公司，刚刚才确认了 Mynaric 的收购，我觉得前景非常的好。视频的最后一点信息，也是要做的4点里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前布局投资 SpaceX， 我只会选2家公司，相信熟悉频道的观众都知道了。第一家是 SATS EchoStar， 那么 EchoStar 我们称之为 SpaceX 的影子替代概念股，或者叫 Proxy。为什么？因为它持有约 SpaceX 2.7% 的股份。2.7%，请注意，不是说 EchoStar 的资产里面2.7%是 SpaceX， 而是相反 ，SpaceX 有2.7%的股份，几百亿美金都属于 EchoStar， 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频谱的交易。那么 EchoStar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在我看来 ，EchoStar 目前约等于我的现金，只要它低于110，我就在基本上疯狂的购买。所以上周以前它一直在110上上下下，只要低于110，我就跟会员群说我在加仓。那么现在它来到了118左右，我就停止了加仓。关于 EchoStar 具体的细节以及投资相关的机会和风险，我有至少2到3期视频，大家可以往回翻看一下。
而另一家公司是我刚刚已经提到的 Rocket Lab， 我就不重复了。Rocket Lab 并不是所谓的替代投资概念股，而是说它本身是目前上市公司里面极具投资价值、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所以如果你对 SATS 没有信息，你也没有机会去提前买到 SpaceX 一级市场上的股票，那么可以考虑通过投资 SpaceX 来间接享受 SpaceX 上市的这一波福利。那么就算 SpaceX 上市，如果出现比较不乐观的情况破发，那至少 Rocket Lab 这样的公司，它是我们可以长期持有的，它是跌下去我们还是可以坚持拿住的，而不是跌下去我们对长期没有信心，就不得不在低点止损的公司。好，今天非常简单的内容就到这里，4点不要做，4点我建议去做的，都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那么我个人目前是持有大量仓位的 SATS 加上火箭实验室，当然我还有特斯拉，所以我现在的仓位和 Elon Musk 本人已经深度绑定了，风险会有 beta 很高，但我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大家如果要进行操作，请思考好自己能够接受什么样的风险，再去做出相应的投资计划。那么具体来说 ，SpaceX 上市当天，我是准备了资金要购买我底仓部分，大约至少40%，在第一天我就会购买，我不会去等待，我不会怕高。那么留下2份30%加上30%的仓位，如果它下跌了，我再去加。最后如果出现极端情况继续下跌，我还会有一些外部资金的注入，就是做好了一个按3到4步走进行买完底仓的计划。那么具体仓位 SpaceX 会占到多少呢？我的期望值是25%左右，当然这个百分比也会根据我当时整体的资金情况来做调整。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视频再见。